大家好，这里是看的说，我们今天的话题仍然是鱼油，关注的重点是欧米伽3和欧米伽369这两款产品的选择问题，将上期视频的坑给填上。在市场上会看到包含欧米伽3、6、9这3种脂肪酸的产品。那么这样的鱼油有什么卖点？你是否应该选择？本期视频将解除你的选择焦虑。在上期视频中，我们讲解了欧米伽3。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欧米伽6和欧米伽9这两种脂肪酸的情况。欧米伽6是一种多不饱和脂肪酸，它是一种必需脂肪酸，人体无法自身合成，必须通过饮食摄取。主要的来源是植物油，例如玉米油、葵花籽油和大豆油，或者各种坚果和种子中。欧米伽6对人体的主要作用，第一，它是细胞膜的组成部分，可以维持细胞膜的流动性和功能。第二，参与调节体内的代谢过程，包括血糖控制和维持健康的胆固醇水平。但是你一定不要将欧米伽6作为你减少皮下和内脏脂肪的工具，因为它有个致命的 bug， 我一会儿会讲到。第三，其实也是欧米伽3的作用，就是对大脑健康有益，尤其是亚油酸对促进神经发育和维持认知功能很重要。第四，欧米伽6有助于生殖系统健康，但是在这方面主要是针对于女性的生育能力和怀孕健康。那么欧米伽6有一个特别的弊端，就是它的代谢产物，例如花生四烯酸可以在体内转化为前列腺素和白三烯，它们会促进炎症反应，食用过量会导致慢性炎症疾病。刚才提到的不能帮你减脂的 bug 就在于此，因为慢性炎症被认为是肥胖和相关代谢疾病的一个关键因素，就这条促进炎症造成训练后肌肉不容易恢复，脂肪不容易减少，这让欧米伽6的作用被打到谷底。再看欧米伽9，欧米伽9是一种单不饱和脂肪酸，与欧米伽3和欧米伽6不同，人体可以自身合成，所以它不是必需脂肪酸。它的来源也是植物油，例如橄榄油、花生油、杏仁油、鳄梨以及坚果中含量较高。它的主要作用，第一，降低低密度脂蛋白，也就是坏胆固醇，提升高密度脂蛋白，这对清除动脉中的胆固醇堆积，降低心血管疾病有益。第二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，控制血糖，这对于需要减脂和有2型糖尿病的人来说是有益的。然后还是可以维护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健康，维持细胞膜的流动性和弹性，支持细胞的正常功能。最重要的是，欧米伽9和欧米伽3一样，具有抵抗炎症的作用。虽然能力小于欧米伽3，但是至少在这方面的作用是积极的。通过以上对欧米伽6和欧米伽9的简单了解，可以发现这两种脂肪酸，第一，在你体内不容易缺乏；第二，或者它们的正面作用不强烈，或者有负面作用，因此额外补充的必要性就很低了。拿欧米伽6来举例，在现代饮食中，无论是中餐还是西餐，高度加工食物普遍存在。例如你们现在都很爱吃预制菜，很多人的饮食中欧米伽6的摄入量远远超过欧米伽3，这种不平衡使很多慢性疾病的风险增加，例如心脏病、癌症、哮喘、关节炎和抑郁症等等。此外，它还会阻止肌肉的恢复和生长，抑制脂肪减少。历史上，人类饮食中欧米伽3和欧米伽6的摄取比例是1:1至1:4，然而在现代饮食中，这一比例高达1:15，甚至1:20。Oh my God！ 那么科学的研究结果推荐，二者的摄取比例应该降至1:3，甚至更低。所以要做的事情就是增加补充欧米伽3，限制食用欧米伽6烹饪油。至于欧米伽9，第一，自身可以合成；第二，很多食物中含有，没必要额外补充。在常见的欧米伽3、6、9补剂中，3种脂肪酸的比例是2:1:1或3:1:1。我理解这种补剂的设计初衷是为了给你全面的脂肪酸，但是这种比例设定没有考虑到大多数人的实际饮食情况，所以也就失去了科学性。所以在欧米伽3和欧米伽369这两款补剂的比较中，欧米伽3完胜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。欧米伽3是必需脂肪酸，具有抗炎作用，保护心血管，维护心理和情绪健康，对于细胞、大脑、神经系统有保护和提升的作用。欧米伽6也是必需脂肪酸，对于细胞膜、大脑、女性的生殖系统有帮助作用，但是它会促进炎症反应，这是个坏消息，尤其对于运动健身的人而言。而且一般人欧米伽6的摄入量会超过需求。欧米伽9是非必需脂肪酸，
具有抗炎作用，但是小于欧米伽三的能力。它对神经系统、大脑、细胞膜有帮助作用，而且会降低坏胆固醇，调节血糖。人们通常缺乏欧米伽三，不缺乏欧米伽六和欧米伽九，所以在购买相关产品时，只需要购买欧米伽三产品补充就好。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